下面，请您欣赏《痴论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送我的。哦。谢谢，谢谢两位大姐啊，给我鲜花这个比给你那好看。嗨，谢谢吧，来就来了，还买东西啊，花这个钱，我不止一次说过别买花，是吗？不好拿，哎，什么叫不好拿呀？不好拿，不好放，还花这么些钱，你就不如直接转给我，知道吗？钱呐，那个前两天唱戏去了。天津唱完戏回来说相声，特别开心。哎，赶上今天还过节，什么节？什么？呵，对，万圣节是吧？可不是吗？哦，外国人过这个哈。对，外国的7月15，这就是。嗨，鬼节是吗？11月的1号是万圣节啊，今天晚上就是他们的年30，等于是。哦，前夜，万圣节的前夜是啊。我记得那个，就小孩们外国人。都出了，小孩们要糖来是吧？啊，对，给糖吃，拿个盘子出来。大爷大奶奶给点不？哪国都有要饭的呀，这是。是不是？这个不给糖，不给什么？怎么说？不给糖就捣乱啊！对，不给钱就不干。谁呀？给钱不给钱？要钱要糖，要糖，不给糖就捣乱。不给糖就滚蛋。对，谁滚蛋？不给糖就捣蒜啊！改兔爷了，您这闹不清楚。在国外我记得赶上一回这个万圣节，是吗？好几年前咱们在拉斯维加斯，美国，对，拉斯维加斯赶上过一回，满街的外国人捯饬的都跟鬼似的哈，是抹的色弄的那样，好家伙吓我一跳，我也不爱出去，害怕。谦儿说我得看看去，这新鲜，洗把脸出去了，没把外国人吓死啊。我洗把脸出去倒把外国人吓死，我长得跟鬼似的，是吗？这个。岁数大了这个对过节不是特别感兴趣，更愿意待着。其实中国人过节就没这么复杂，就是那热闹呗，回家待着，聚个餐，吃个饭，聚会，3、5知己，全家老小坐在一块儿，团圆嘛。就中国人更看重这吃饭，吃，找个茬就吃饭，是来吧，今儿我舅姥爷生日，咱们一块儿吧。舅姥爷也吃，吃，必须得吃，民以食为天，吃最主要。小孩一落生没人教啊。一落生，抱到妈妈怀里边，咕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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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拉了。你说话有点恶心。不是，您这象声词用的不对。小孩吃奶嘛这大孩子了，这没人教。是，你说谁教过他？对不对？一落生就会吃。对。民以食为天，这是天性。外国人吃饭拿叉子，拿刀，是中国人拿筷子。他爸爸爱吃西餐，大叉子，1.5米。1.5米的叉子，纯银打造大叉子。他爸爸扛着叉子吃西餐去。这不是吃西餐去了，这是取经去了。这是1.5米叉子扛着吃，这不猪八戒了吗？这个，反正叉子为啥？刀叉。是，中国人拿筷子，2根筷子2根，再2根吧，可不是2根吗？中国讲究八卦，明八卦暗八卦有什么关系吗？明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对，暗八卦修生伤度景死经开，这对这个2根筷子这2，这为兑卦，这也有讲究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的兑，然后这2根筷子这长为木，为木，它是入口的意思，就是占巽卦，巽卦，2根筷子，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边，就这么拿着，这为一阴一阳，这也分阴阳，2根这为太极，拇指在上，无名指、小指在下，中指在这儿，这为天地人3才之象，吃饭不是这么简单的，就这么讲究。你们想细致的了解，待会儿演出结束，
带我吃饭去。哎嗨，您这点能耐都骗饭吃了。那你也得骗得来才行。对啊，吃饭，我喜欢吃饭啊，谁都得吃饭。当然我不算专业吃饭啊，还有专业吃饭。专业吃饭像后台们侯震老师，哦，侯爷这吃饭算专业。这个主持人，我师弟，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。是，侯先生那专业吃饭，会吃。今儿台上本来是4个话筒。哦，您的意思是让他吃了一个吗？正剔牙呢，说电线塞牙呢。哎呵，那没法不塞牙。哎，中国人嘛，吃吃喝喝的挺好。哎啊，喝酒，耍钱，这两者一定要选择喝酒。哦，不选择耍钱。那当然，耍钱耍薄了，喝酒喝厚了，越喝越厚嘛。那当然了，越喝交情越好。对，中国人每大节日不一样，它都一定跟吃食有关系。那是啊。 3大节：5月节、8月节、春节。5月节，粽子。对。8月节，月饼。再加春节，更甭说什么都有。这什么都得吃了啊！你们家粽子自个儿包吗？也包，也包是吧？也包。哎，北方人包粽子，枣儿啊，对啊，豆沙是。南方人吃咸的，猪肉啊、排骨都包进去。哎呀，鸭蛋黄是啊，口味不一样嘛，爱吃什么包什么。还有的那个鱼香肉丝馅儿的，这四川的粽子，毛血旺馅儿的啊，嚯，不好包，撒那是啊，没地儿搁米了都，那是容易拉了一身。不嗨，拿盘子吃多好，还是这菜嘛。啊，那反正爱吃呗是吧？啊，我在家也包，你也包粽子啊？今年5月节，哎呀，愁死我了。怎么？包什么馅儿的呢？想想呗。想不起来，不知吃什么呢？那哎，正好谦儿微信跟我视频，看乐了。好，我来个猪头肉馅儿的。哎，他没听说过，看我想起猪头来了是怎么？这是正经的吃饭的专家，反正不能说是美食家，好吃，老北京，喜欢这个。老北京，豆汁儿喝吗？喝呀。你看看，要怎么叫老北京呢？嘿，怎么样？你喝豆汁儿啊？喝行，可以，算你狠啊！哎，什么就算我喝豆汁儿就狠？我问过好些人啊，过去北京啊，咱实话实说，北京都得有一大部分人不喝豆汁儿，那口味是比较难接受，酸不筋儿的哈，还有点臭，还有点臭，哎呦，爱喝的都不行了，这上瘾，哎呀，了不得了啊！你能喝啊？能喝，我还能喝，那味儿没问题啊？行啊，那行，那行，怎么了？那我们家有几桶泔水哎，那不行啊，泔水跟豆汁儿两码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是天津人，您天津人对豆汁儿差着，不能喝这个，能喝，但谈不到说他爱成那样上瘾谈不了。他好家伙，这边喝豆汁儿，那边枪毙他爸爸都不心疼。哎，不，那是你不心疼，我不光不心疼，我还乐呢。哎，这嗨，凭什么不心疼啊？我他爱喝啊，天津人是爱吃煎饼果子，哎，这是天津的特色。天津的煎饼好，是绿豆面、黄豆面、白米面，这几样面按比例掺好了，得拿煮的羊骨头的那个汤，拿那个和面。你瞧这讲究，哎，有生葱，有熟葱，还两种味道。哎，熟葱呢是打完了鸡蛋之后撒上的，这葱是熟的。有吃生葱的，是最后出锅撒的这把，撒把葱末，生葱。这儿摊煎饼，旁边一定是炸油条的摊儿，它配套的。哎，现炸天津油条这么大个，1尺，哎呦，枣红色的，鲜。说给你这个不够1尺，打旁边油条掐一块，也给你补够1尺。就这么规矩吗？啊，又酥又脆，拿那个卷着吃煎饼。我到了北京，其实很少吃油条，北京也有煎饼也不好，煎饼摊这么大个儿，白面，哎呦呵，那么大个儿，哎，给的多，当间搁一薄脆，这么大个儿啊，这么大个儿薄脆，你看他来回弄，这摊煎饼这一定是过日子好手啊，怎么跟叠被窝似的？嗨，弄好叠完这么大个儿，吃去吧，白面的咬一口沾上牙糖子，那是咽不下去，拿棍子往下捅，好家伙，太痛苦了这那油条这么大个儿跟铅笔似的姜黄色的，哎呀，咬这头这儿，你别撒手，一撒手啪，哎呦，吃皮条呢这是，你那怎么办呢？这太不懂这个了，没有办法啊。其实我们也研究过，因为说相声哪儿都去，走南闯北的，研究吃各地的小吃，各地的小玩意儿。有主食，有小吃，是有的就是，你比如说赶个庙会，你还赶上那个跟吃有关的小游戏，
什么游戏跟吃有关呢？你记得那个有一种糖画吗？啊，知道，拿糖庙会啊，青石板上面抹上油，对，拿一勺弄糖在上面画，那是技术啊，这是个技术啊，一般来说旁边有一个交完钱，咵一转，停在哪儿？哎，不一样啊，得给你画哪个？停那个多那儿，糖就多这儿。是20年前我们俩在北京庙会，什么龙潭湖啊、场店哪儿都去，那会儿也没人认识，说呗，说一天啊，给100块钱，俩人挺开心啊。是，但是有那个画糖画，我印象特别深。我们俩去打赌吗？看谁今儿赚的好。好，1块钱，咵，我给1块钱。一拨了这个，嘟转啊，停哪儿了？停那儿了。什么呀？凤凰。哎呦嚯，这可大事了！凤凰骑自行车玩18般兵刃。哎呀，这跟你是亲戚吧？这当画的，画画的哭了啊！你提着糖桶给你吧。哎，对了，别画了，自个儿喝去吧。我画一画。哎，画一个，哎，多好啊！1块钱拿这，好家伙，那么大个儿。是啊，还骑自行车呢，你举着啊，跟开屏似的。哎，还得开着屏啊。谦儿乐了，我也来一个。我来吧。交1块钱啊，画糖人的不，你得100。为什么？他都拿走了。哎，好嘛，拿我这补你这个呢。谦儿一瞧，还有一龙凤呈祥，我盯着那个呢。龙凤呈祥带听相声，带400观众的。呵，观众都骑自行车来的吧？都有。太好了。谦儿给100块钱。腾，停在这儿了。句号。哎，这呵，哎呀，我就弄一糖饼合着。小句号。哎，这实不怎么样，多开心啊！还真补回来了。那是我们俩合适啊！够人这桶糖钱。中国也有小吃，外国有小吃。是，到国外其实我们也爱吃，都得好吃的人都找。披萨爱吃吗？我就能吃，反正披萨啊。小孩们好吃披萨啊。底下是这一圈棒子面，上面韭菜鸡蛋啊。您说那是糊饼那？什么披萨？不是吗？不是，哪有棒子面还韭菜鸡蛋呢？我记得邻居那王老太太弄这个。您那就是糊饼。糊饼吗？糊饼。你吃这个糊披萨？哎，这嗨，你听河北传过来的那口音，差不多啊。披萨啊，披萨披萨也是哈。一个饼上面搁着馅儿，搁的就这意思。肠哈，挺好啊。寿司吃吗？也那是日本的，也是日本寿司。但我得跟您说一声啊，怎么？寿司不是日本的，寿司可是中国人发明的。寿司是中国人发明。别看你们都吃过啊，未必知道。您说说。东汉三国的时候，天下大乱，老百姓为了逃难，来不及做饭，就发明这么一个东西，随时拿着吃。包括那手卷儿，那赌徒发明的。为了一边攥着吃，一边玩牌，不耽误。你们记住，寿司中国人发明的，不是日本的。嘿，听相声长能耐啊，就长这能耐呀？当然了，哎，这个寿司爱吃吧？爱吃，哎，寿司挺好。其实谦儿哥前些日上日本的时候，谦儿哥乐的都不行了。就出国嘛，不高兴。尤其日本好多演艺圈的女演员来看谦儿哥了。乐什么呀你们？这不很正常吗？我是一个都不认识，他都叫得上名字来啊。我们这经常见面，真的。隔着屏幕。谁说的？没有啊，看真人啊。那行，经得多，见得广，都是主流的啊。这行那么发达呢啊！行了，咱们还说不说相声了啊？来吧，您说吧。刚才说哪儿？你看忘了不是？现在马上就万圣节了。对，从哪儿回着说去？您倒回去太多了，哪儿说都一样啊。那不成，反正这点事儿呗啊。糊饼说了啊，糊饼说完了，糊饼说完了啊。寿司手卷也说了啊。哎，就差。哎呦我操！什么情况？真这是吓我一跳。谁吓谁一跳啊？你最好照着词儿说，你知道吗？您这玩意儿也得有词儿啊！您我正以为没词儿，我以为你有词儿呢啊！你怎么对得起人票钱？是不是啊？您得说吃的。万一有一个喊退票，咱活不活啊？你看。哎呀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谁捧你呢？不退票就是我们的服务宗旨。服务宗旨是这个。这个吃嘛，说这吃寿司嘛当然要老吃寿司你也受不了。谁能老吃寿司？是不是？但我们俩人其实还更爱吃个面条啦，吃个这个那个的，还得这接地气儿的。你再跟我说，哎呦牛排好，天天吃我受不了。
牛排我甭管上美国、上澳洲演出去，反正头一天还行，来吧，吃吧，这么好那么好，吃1天2天不行，就腻了。人的饮食从你老生就决定了，你爱什么就是这个，可不吗？改不了。牛排吃吗？不，这不能多吃，吃是可以。好家伙，谦儿哥可以，我差着，他倒杯红酒吃牛排啊，那是配的呢。上美国演出，美国那哥们儿，哟，谦儿来了啊，杀猪吃牛排，什么乱七八糟？杀猪吃牛排，那猪活着那名儿叫牛排。哎这，哎呀，我也是吃乱了。杀猪宰羊，给您吃牛排。哎，就没有牛这里啊，谦儿哥来几成熟的？啊，谦儿哥这1成熟，1成熟，1成熟啊，切一块，端着到火上燎一下回来了。哎，好，这点火都燎手上了，就是啊。谦儿哥这赶紧把这饭单记上啊，还记饭单。哎，来抬过我的叉子来。这是我从我爸爸那儿继承的，是吗？你回来吧。行了行了，我给你叫唤。不用啊，还有马童呢，这抬着。行了。吃牛排嘛，有点音乐嘛。没有这么长的叉子。哪个里边弄？没有啊。我坐在猪圈里吃牛排呢。啊，吃牛排啊，就是。哎，牛排上来，谦儿哥这，哎，记好了饭单。我是要做牛排去，这。端起红酒来，哎，有这么喝红酒？哎呀呵，当啤酒这么喝的，这是。这才拿刀叉。哦，哎，锯呀，这是。怎么切呀？切刀叉就这么切吗？1成熟的牛排太鲜了。是啊，使劲儿，这刀切大动脉上了。好家伙！哎呦，这牛排还在猪屁股上呢吧？啊？哎呀！太鲜了，可不是，没扎在心脏上就是好事儿。哎，红红火火，图个吉利。这图什么吉利呀？这一脸的血啊！那是，我就改关公了。那是啊，有身份。什么身份？身份吃那吃不了，我宁可吃烤鸭，我也不吃那玩意儿。烤鸭还是顺口一点。烤鸭会吃吗？烤鸭怎么叫会吃啊？您得讲。你瞧瞧啊，你说吃烤鸭怎么吃吧？烤鸭拿嘴吃还怎么吃？对了，啊，对了呀。哦，合着我说对了，没有那么些讲究。没啊！啊，一只烤鸭一般4斤来沉。哦，哎，老规矩啊。咱们坐在那吃烤鸭。比如说你我是嫂子，咱们仨人坐一块儿。干嘛非有你？我们俩是啊，没你啊？为什么？嗨，有你没你？废话，可不是得有我吗？不是，就咱说好，咱仨人吃烤鸭啊，就是刚坐这那桌牛排来了，你就走了。嗨。不是，咱是中国是美国呀，我这就你回美国了，你走了就吃吧。咱说吃烤鸭，烤鸭拿上来，哎，咱们得做个记号。怎么叫？记住了，按规矩说啊，这是递为铁签子啊，或者递为小刀，甭管是什么，在鸭子这身上找一地儿，咵咵划两下，划2下，咵咵咵。这待会儿烤完端上来还让您看，这个是不是您刚才点的那只？哦，这叫做记号，有记号你才能骗。说没有记号，我咵咵咵咵咵画完了，端上来一瞧，这没有，完了，画完了怎么还没有？那他换鸭子了，给你换一鹌鹑。那甭画了，看大小就能瞧出来。你看看对吧？哎，什么叫对？所以说做记号很重要啊，很重要。哎，得跟刚才这一模一样，这就跟饭馆里边吃鱼似的。吃鱼，先生您看看这，您要这鱼吗？这是您的啊，给您称完3斤4两。必须同志你把这鱼摔死。让它死了。这过去啊，老饭馆的规矩，把鱼摔死了。有良心的买卖都得这样。现在就那饭馆，咱实话实说啊。先生，这是您的吗？啊，是，好，挺好，去弄去吧。蒸上来吃吧。等我吃完结账走啊，门口水族缸我又看见这鱼了。哎，好，还跟我打招呼呢。哎呵，谢谢您不杀之恩。那是没死。烤鸭端上来，烤完了，同志你骗。先把脑袋切下来。鸭屁股切下来，这2样小碟子摆好了。这一桌谁坐在主位？什么叫主位啊？这桌子摆好了，您看哪个座冲着门？那是这一桌主位。你瞧，还这么讲究？有身份的比如说岁数大的，长辈抻大叉子的都可以。就别提这大叉子啊，提大叉子干嘛呀？他这坐在这儿啊，面冲着门，这叫主位。哎，这碟儿给他端过来，这尊贵的，
这里边有那鸭子脑袋、鸭子屁股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有头有尾。哦，这算一整只。摆在您跟前儿，那儿开始片鸭子，片108片儿。哦，这片数还有数，这叫丁香叶儿。哦，片完了给您搁在这儿。哦，这卷鸭子这饼啊，拿到手里一攥，再一松手，攥之前什么样，松手之后还得什么样。这弹性好，咵一攥，皱在一块儿了，这不能吃了，面部必须得回去。哦，这是讲究，拿起来，什么酱啊、黄瓜条啊，哎，跟这鸭子卷在一块儿，记住了啊，包好一下，这叫一卷儿。是，哎，吃鸭子是一句话就知道你是不是内行。怎么说呀？您吃了多少？吃了4卷儿。哦，好家伙，您吃了多少？3只。哎嗨，没出息这个。哎，这叫吃货，这是。吃几卷儿，这是规矩。哦，还有一种是马蹄烧饼。哦，用烧饼吃。马蹄烧不拿薄饼卷，马蹄烧饼。哦，和开了里边那个鸭子不能蘸甜面酱，那得蘸好酱油或蒜泥。呵，得拿那个卷，这是一套。这蘸甜面酱让人笑话，您外行了。这不对了啊！还有就是拿生菜卷。你瞧瞧，生菜那得卸黄芥末。哎呦，吃鸭子的规矩。哦，哎，上学问了，长能耐了吧？可不是吗？你看看，都不知道。你我嫂子咱仨人坐在这儿，老有仨人。没啊，川菜、鲁菜、粤菜，各种菜系，每一道菜、每一种菜，都有它的讲究。这饮食文化，有人说了，就怕点菜。怎么？大哥们吃饭不知吃什么，哎，最没辙了，吃火锅。火锅也有讲究，火锅省事儿啊。那倒是。当然他说不能吃辣的，那你们就吃铜锅涮肉啊，涮羊肉。能吃辣的吃四川火锅、麻辣烫。有人说了，哎呀，那在重庆吃的跟在这儿吃的不一样。列位，调料的事儿。哦，正经好川菜厨子，连味精都得自己带。哦，都得用自个儿的。他那个盐也得用那个井盐。哎，他讲究了，调料不一样嘛。是。你看我在家要吃个火锅，那谁吃谁的，哎呦，这味儿真正。啊，您用的调料对。我原来认识一个四川小姐，哦，那个厨子。您这差点把实话说出来啊！我跟一四川厨子上厕所，我们俩小姐姐。在厕所里吃的涮羊肉，火锅嘛，真是四川的厨子。行，汗都下来了。你有意思吗你啊？行。哎呀，调料很重要。哦，吃饭吃的是什么呀？吃的是气氛。那是，我现在就很气愤，真的。哎，对，没有小姐啊。你是这样说不合适。不是怎么意思？所以气氛吃的是气氛。西餐呐，就别扛叉子了。这个四川怎么叫吃的气氛？吃饭就吃的是气氛啊，好与坏是一回事。为什么爱吃饭？就跟我经纪人似的。怎么？我经纪人为什么爱吃饭爱喝酒？是，那是他的舞台。吃饭桌是他的舞台。哎呀，一喝酒碰见好朋友了，开心，发自肺腑的痛快，高兴，爱请客。就叫人吃饭。通过这事儿，你能看得出来，这是一个热心肠的人。对。有的人不爱请客，不爱跟人吃饭啊，那就比较孤僻了，不习惯那种气氛。我们后台有说相声叫高峰，高老师，我师弟。对，我们这都打小一块长起来的。高峰，我几乎没看见过他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去。不参加这种局。心窄，小心眼儿。心窄。他要是上百货公司买个东西，早晨5点上那儿等着去。等到10点半开门进去，开始溜着一天，到晚上10点半保安给他推出来，就这一天买一个扣子。这心眼儿太小了，回来琢磨一宿，转天还得退去。呵，太细致。我亲眼得见啊，高峰啊，早上起来出演出吃油条，吃油条吃着吃着眼泪下来了。干嘛哭啊？这得什么时候吃饱了？哎，好嘛，心窄。那天坐在后台自个儿护着这胃口。我说你怎么了？怎么意思？吃生蚝不舒服。嚯，这么小心眼还能吃生蚝？吃了几个？吃1个。不至于呀。我说不新鲜吧？
我告诉你，这玩意儿就怕这个，这不新鲜，可容易闹肚子。这东西好家伙，差一点都不行啊！是，是不是不新鲜？嗯，看不出来呀。我哪有什么看不出来的？啊，你撬开壳一闻就知道。对呀。啊，嗯，还得撬开壳呢。啊，带壳吃的呀，那是得不舒服，疼，多新鲜，吃半个就死了那东西。不舒服啊，难受，还得说胃好。那是啊，难受。后来怎么办呢？借个大叉子给它撬出来。嘿嗨，老有这大叉子。高峰心眼窄。高峰出去吃早点都带个银针。哟，干嘛呀？怕死。试试有毒没毒。喝个豆腐脑也拿着银针。哎呀，喝拢。没变色儿。喝。嘿，哎，来包子，吃包子，银针。哦，扎一下，拔出来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掌柜的，黑了，有毒，有毒啊！是。掌柜的过来，你有病啊？怎么？豆沙包。嗨，哎呀，太小心了这个。你看这活法不一样不是吧？平时在家里他最爱吃面。一面条省事儿啊。买点面条，夸一煮。是。也不用打卤子，也不用炸酱。怎么？那吃什么呀？面捞出来，搁在碗里边端着。上麦当劳挤酱去。哎呀嗨，太细致了，这活的。会过，吃面条数根儿，我今儿几根儿。哎，又多吃了一根儿，这不行，不吝饱。哎，那不成。有时候实在不行了，出去蹭饭去。怎么蹭啊？高峰他们家墙上有面墙，白墙写着所有他认识人的名字。朋友，到吃饭的时候，他有一飞镖。拿布把脸上蒙好了。哎呦，拿这个，嗨，腾，呵，撕下来看，扎谁名字是谁。好家伙，人他讲话这是天意。老天爷让他去那家蹭饭。腾，这个傻了。怎么？扎的名字侯震。扎侯爷身上了。怎么了？侯震，怎么？相声世家。去吗？去呗，天意吗？天意是小商品。嗨，到这儿怎么改小商品了？别人都行啊，是颠仨炒俩的，哪怕吃点面条。侯震相声世家最难惹的相声世家。怎么难惹了？他们这玩意儿上回跟他握手，戒指丢了。哎，嚯，俩小心眼碰一块儿了，这是。尤其这世家，这都不好惹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去吧，别坏了规矩啊！这还是规矩。到侯家了。侯震赶上嗨呀。有福气吗？怎么？侯震过生日，那得大摆桌请客呀。家没人。媳妇上班，孩子上学，就剩侯震一个人。那怎么过这生日？享受啊！怎么享受？侯爷自己烫饭。哎，这嗨，过生日吃烫饭。烫饭是北京土话，是外地人不懂。剩的米饭，剩的菜，甭管剩的什么最后夸搁到锅里，加点热水一熬一烩，这叫剩饭，打死剩饭。对，就叫烫饭。北京叫烫饭。侯爷弄一大碗，搁在这儿，是举着筷子，正准备享受呢。那是过生日吗？别提这过生日了。小铝盆一盆烫饭，盆里边还插根蜡。嗨，连蛋糕都省了这回。对，家里没人，我这么挥霍合适吗？哎，对，把蜡拔了就好了。正等着呢。高峰进来了啊！蹭饭的来了，说你生日快乐！别唱，多凹头啊！这个，把蜡一拔高峰端起盆来，全吃了。侯爷那眼泪得了，哇！好家伙，哭出花来了。哎呀，我们家6辈儿没吃过这亏呀！你想，相声世家净吃别人了。哎呀，太惨了。高峰吃，吃连爬着整个小盆舔的不是干净，一点汤都没上。挺好。侯爷擦擦眼泪，好吃吗？好吃啊。把盆给我刷了。晚上还得用它解手呢。哎好家伙，这自个儿也这么害自个儿啊！要说天底下最会吃的哎，对，我准知道得说到我这儿来。好多人谴责我啊，为什么在台上老说谦儿哥？
哎，你解释解释吧。列位，郭德纲在这个台上只占20%，那80%呢？于谦和他的家人。哎，好，还得把我们家人都饶上。我从小啊7岁学评书，9岁学相声，啊10几岁又唱了4年的戏。呵，我小的时候学相声，我是捧哏出身，就站桌子里头，我在这里边站了10年，不短，外边走马灯一样的换人，都跟的。谁站在这就是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，郭德纲他媳妇儿怎么着，嘿，为什么呢？列位，英子这活儿挣的这个钱，哦，你别说，哎呀，他老拿着于谦说，这东西怎么说呢？有观众给我总结过，我这些年对口相声也说了好几百段了，单口相声更多，单口相声按30分钟一段来算，我说了2000多段了，啊，当然了，这几千段相声里边也有这么几段是沾着什么伦理啊或者屎尿屁的，咱往多处说，连20都没有，几千段里边有20段，那几千段诗词歌赋才子佳人，你不往心里去，你就咬着这屎不撒嘴。你说怨你是怨我，我们也尝试过在节目当中换上都是特别高雅的，一到这会儿他们都出去抽烟撒尿去了。你瞧，难呐，做艺难就难在这儿了，再一个了，谦儿哥这您得这么想，就跟看京剧似的。是这老艺术家95了，唱小生的95了，值得尊重了。上台演那活儿也是孙子，小生嘛，也没人站出来。95了，你们怎么不尊重老年人呐？哟，怎么管他叫孙子？废话，他挣着孙子钱。那小孩6岁上台唱戏，带个胡子，6岁他演的是个祖宗，这老生嘛，节目安排呀，对不对？再一个，这都是假的呀，可不嘛。你看电视剧啊，这管这叫爸爸，你知道是假的。话剧啊，嘟嘟嘟一枪躺那儿死了，你知道是假的。演电影俩人一被窝睡觉，你知道是假的。怎么到我这都是真的呢？哎，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？嗨，对不对呀？而且话说回来，我老在台上，比如说谦儿哥什么嫂子如何如何啊，你们真以为我那么开心吗？你就是那么开心啊，让我都瞧出来了。假的，可不是假的嘛。艺术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，这对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他父亲挺会吃。对，还是得说我。不是说你，这是真的。见着老爷子面对面啊，我可规矩了。他父亲跟我父亲是一样的，那是肩膀齐为弟兄，亲哥俩一样。对，哎，见他爸爸，咱们规规矩矩的。老头说什么是什么，长辈嘛，上台说上台的。对，那是两回事儿。老爷子，你们去有认识上家问问，都尊重。这一片都是。老爷子姓于，叫李秀珍。对，没听说过。姓于叫李秀珍呢，还一女名呢。叫什么李秀瑜啊？哎，这得姓于呀。姓于。哎呀，老头儿，西装，领带，讲究，水獭的帽子，呵，大金表，哎，戴着戒指，祖父绿的。对，祖父绿，祖母死了是怎么着？祖父绿，祖母绿，那叫祖母绿啊，怎么祖父了又？祖父绿不绿？不绿啊！我这嗨，根本没有祖父的事儿，你别让他瞎掺和。我哪懂这个去？我以为家里出了事儿显摆显摆。不用，祖母录，对，祖母录的，哎，祖母录，哥伦比亚的最好。就是啊，老头戴着这么大个一个，哎呦，戴那帽子上镶了一个祖母录的帽正，全是，和硬着小脸蛋儿，翠绿的。这图什么许的呢？这个每次走到那个文物商店门口，都有人把老头揽进来，以为翡翠精呢。嚯，好家伙，那玩意儿成精得了吗？那个，哎，老头有身份，是，那不一样啊。是啊，大户人家，老头在家里边一天到晚的，当然老头爱吃的东西是跟别人不一样。吃啊，比如爱吃就是老北京这点玩意儿呗。什么东西啊？卤煮小肠。带猪肠子，卤煮小肠，卤煮，反正就猪肠子吧，都是下水。大肠小肠，他爸爸最爱这活猪现宰吃那新鲜劲儿。哎，下午4点，老头睡醒了，又打屋里边这出来了家里好些人都等着，醒了吗？4点了，差不多了，就等这午觉，听屋里边，这是醒了，厨子管家都站好了，真规矩。
一挑这帘儿，老头出来了。哦，哎，回去，干嘛这？这怎么着又该启程了是怎么着？这是？不是，挠痒痒。不挠什么痒痒啊？哎，出来，那院里活猪都捆好了，就等他呢。摁着这厨子这，咬着刀。老头出来，给宰。杀猪，一刀下去，手进肚子找这肠子头，找出来，这是他爸爸，这个吃的也太新鲜了吧？这个，张嘴等着吃这个呀？嘿，叼住了。哦，大伙儿全院人都看着啊，老头气功啊，怎么着？嘬呀！行了，太恶心了，您这个，叼着肠子头嘬，那不是吃肠子呢，就吃肠子里这点屎呢，知道吗？说的这么肮脏。废话，有嘬的吗？这玩意儿，坐而食之，那就没有。哎，好，老头擦擦嘴啊，好，大嫂，哎呀，好恶心呐！哎，对，恶心的您都吃了，这算吃饱了。那是还省消化了。哎，这自己也恶心，合着我不能回味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说好不好？老头打6岁吃到95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天天身体倍儿棒，每日一猪，每日一猪，每日一猪，每日来一根这个。好，那爱吃。他的饭量看猪吃多少了。我一会儿把你这句话剪下来，我报告去。谁？当晚奖励我200块钱。没听说过。嘿，这正餐，这就正餐。这叫正餐。这个睡觉前说实在，大碗的粮食不能吃，主食没有。上岁数，中午饭他爸爸还吃点粮食。哦，一到了下午4点多，就好歹吃点这个就够了。这叫好歹吃点啊。哎嘿嘿。哦，不知道好歹，反正来点这个。哎，对。6点多开始了。哎呀，吃点小甜品吧。哦，甜品，吃点红薯啊，这行，粗粮好，润肠啊。专门找了一个爆米花的师傅来。爆米花的师傅，爆米花呢，见过吧？最后一踩，砰！爆什么都有。雇这么一师傅，干嘛用？爆红薯。这玩意儿能爆吗？这个大个红薯好几个填那糖里边。老头儿给看着表，得熟透了，必须熟透那种啊。那是啊，您放心，还1分钟。对，踩吗？等会儿我上头来去。上头来去。老头上这炉子前边这准备好了，来了啊！是，叮，哎，列位，那红薯爆的稀烂稀烂的。是啊，哎呀，老头一伸呐，好看不好看？好看什么呀？好看吧？别吃了，太恶心了。擦把脸，坐在那儿，把那个榴莲给我拿来。就没吃点好玩意儿吗？谁让你们搁冰箱里边的？那怎么办啊？上岁数胃口软。是，那怎么办？拿微波炉给我打一下。微波炉打榴莲。微波炉打榴莲，他们说栗子味儿的，好吃。来打来，一闻。哎，这怎么栗子味儿的？屎味儿。哎呵，哎呀，行，少吃，来俩得了，这就不少了。吃完了啊，把鸡蛋盆给我端过来。这总算吃点正经东西。老头最爱吃这个南方的吃食。鸡蛋叫南方吃食。童子尿煮鸡蛋。行，这回连屎带尿都有了。这句话剪下来，我报告当晚给我200块钱。怎么老报告啊？那是我们这行就会这个。这童子尿煮鸡蛋怎么意思？浙江有个地名叫东阳。有啊，挨着横店。每年那个地方童子尿煮鸡蛋。怎么做呀？怎么做？小孩们几岁的小孩，小童男子撒了尿，拿那个煮鸡蛋。东洋人说吃那个，不长痱子呀，不中暑啊，对身体有好处。有这讲究，很小众。是他爸爸上横店玩去，把这个学会了。他吃这个回来煮，哎呀，给我煮，哪那么容易？不容易做吗？他爸爸住那胡同前后没这么多小孩儿。这童子尿不好找。对呀，老头最后劝自己，怎么劝啊？谁原来不是童子？有这么劝自个儿的吗？对吧？
把我那几个老哥哥都请来吧。哎呦，连兄弟都不叫那是啊！最年轻的97，你算吧。好家伙，坐轮椅的抬担架都来了。老童子们啊，好家伙，这7、8个爷爷，哎呦，给一桶来，大伙儿来受累吧，给来点吧，攒点呗啊！1多礼拜凑了半桶，怎么那么长时间啊？前列腺都有问题。哎呀呵，还都挺费劲，凑半桶，赶紧先过滤，还过滤什么呀？有结石啊！哎，先治病去好不好啊？煮完了，好家伙，大盆啊，啊，半盆童子尿，哎呦，煮这鸡蛋，行，够吃得了。哎，老头儿端上来。哎，行，这是孝子，怎么显得？端着盆谁爱端这玩意啊，儿连汤带水，热酒烘，啊？是还给老头儿包呢。是孝顺吗？反正递给他就完了。老头儿开心啊。他倒爱吃。啊，行，谦儿怎么着？你来个吃啊！喊我呀？谦儿吓坏了。对，这鸡蛋我可吃不了。对喽，我喝点汤儿吧。哎，对。这世界很酷。下面，请您欣赏《传家宝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，哈哈，谢谢啊，多累，听见了啊，听见了啊，哎，好着呢，谢谢啊，哎，那就行了，那我就放心了啊。刚才是靳鹤兰、朱鹤松小哥俩，我俩徒弟啊，唱的板儿啊，对，最后唱的这个同仁堂，是，他唱的也不是那个老的那个同仁堂，哦，这是新改的词儿。后来我改过一版。哦，您自己改的？可是那会儿啊，郭麒麟说相声的时候，说这个按那个唱，我唱不过他们。哦，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我说爸爸给你改一遍吧。呵，啊，我给他调了一遍。他挺高兴啊。哦，拿着词儿就拍电影去了。哎，这嗨，哦，就没说，就没唱这个。这后来是他们上家去，说大林不唱给我吧。我说行，谁唱都好啊，让他们唱，多一个新的版本是啊。当然了，郭麒麟没说相声。拍戏也挺好啊，那当然啊，这个于老师是我儿子拍戏的榜样。我琢磨琢磨这话哈，不是，您别往外处想啊。啊，是因为于老师在中国相声界演戏来说，人家算是最有出息的。哎，您不敢当，哎，不敢拿过奖。哎，那年在澳门是吧？是，电影节还拿个影帝。哎，那很厉害啊！哎，您客气。这个叫什么金菊花奖啊？是什么？很厉害。金菊花奖啊？铁菊花呀？没。铁的干嘛呀？什么的？金莲花奖。金莲花奖，对，拿了影帝了。哎呀，我是捧嘛，真好。我这辈子是拿不了影帝呀。您不自信？我努力，我拿下俩影后可能还行。哎嗨，后来郭麒麟回家还说了：“您看我师傅。”拿影帝了，我说儿子不要往心里去，是吗？不要成为压力。哟，拿不拿影帝，你也是我儿子哦。谢谢大家的鼓励，千防万防没防着这句话。玩笑说玩笑啊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怎么？今儿5月5啊！哎，端午节，5月节了，是，中国的一个大节日。坐在一块儿听听相声，开心，多高兴！没错。得谢谢您各位的捧场。对了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谢谢您各位了啊！一眨眼说相声说了那么些年了。在后台看着于老师都有白头发了，我非常的感慨。是岁数大了，我认识他那年我刚16岁，那时候年轻啊。他比我大4岁，他20。对了，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，这真快，功夫不等人呐。我们小的时候就边边大的说相声这帮孩子，当年的谦儿哥那是最精神，还谈不到，真的，他那会儿的最骚的一个。
什么叫骚啊？就是你看现在又有皱纹了，又有白头发了，啊，那就是年龄嘛，很感慨，是吗？很感慨。我认识谦儿哥，其实也是命中注定的事情。哟，怎么谈到命了呢？我打小啊，我是7岁学评书，哦，哎，我9岁呢，说相声就从艺啊。到了80年代末，说相声不挣钱，我还跟他们出去唱戏去，干了这么4、5年。哦，还唱过戏别的也不会，就指着传统艺术把我养活到今天。哦，最难的时候其实就是16岁那年，进北京那年，就是那年，就是进北京，这都你怎么想起来进北京？是我家在天津对呀， ，16岁的时候说相声不挣钱，是那得活下去呀。得挣钱啊。很多时候就是一句话能够点醒一个人。您就是凭着一句话点醒您吗？我们邻居有一个叔叔，哦，他跟我说：“小子，你记住了，人挪活，树挪死。就这么一句话。你在这儿待着没有饭哦，啊！人现在不都讲究北漂吗？是说相声的、唱歌的，甭管干嘛的，演电视剧的，对不都上北京发展吗？叫飘在北京。对呀，是条好狗也得上北京叫唤叫唤去啊！啊，得展示一下。就是当时人家跟我说这句话，真是打动了我哦啊！这个邻居这个叔，其实这都是缘分。哦就是后来谦儿哥的岳父。哦，就我媳妇儿的父亲。对对对对，你看我这么些年在台上，我有时候真真假假开玩笑，哎，谦儿嫂怎样了吧？谦儿哥他爸爸怎样怎样吧？那都是瞎编的那都是假的。啊！你看我为什么没有提过他岳父？您说说。因为我真是不忍心说他老人家，哦，就因为好他对我有恩，我老记着人这句话，就是因为这句。就是他告诉我，你去北京发展吧。哦哎呦，就到今天回头想，没有人家这句话，我可能还在天津待着呢。啊，还闷在天津。哪有今天咱们在一块儿这么乐呵？是是是。是不是？我记得特别清楚。他怎么跟您说起来？他就说你得去，不去不行。我说我找谁去？啊，他说我认识北京小孩说相声的，那时候就认识我。刚20岁于谦儿，你找他小哥们儿一块儿混，哦成不成的呢？反正哪怕回来之后，以后老了，扪心自问，对得起自己。对，不后悔。要不你老得倒磨这事儿，是是。打动了我。啊，您说开窍了。他岳父就亲自送我上天津那个长途汽车站就奔北京来。啊，小子，我明儿送你去，你得去。嚯，我到现在还记得，我那天穿的可规矩了，你这要进北京了吗？穿个白衬衣、蓝裤子、白球鞋。哦，很规矩。那个年头就是这穿的很得体了。是是是。他岳父穿一大背心儿、大裤衩儿，那送站嘛。穿一拖鞋，是送我上那个天津长途汽车站，哦，就在眼前，这画面就在眼前。记得。他岳父那个背心儿上，还印着一个鳄鱼。那时候那是个牌子啊，那个。你说这得45岁往上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哈。对。那会儿不管是 T 恤衫呐，大背心儿上面讲究有一鳄鱼，这就是这牌子，还正经呢啊。鳄鱼这脑袋冲哪边？什么盗版的、正版的呢？这假的多啊！岳父这个背心上俩鳄鱼，生怕人说的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一个脑袋冲这边，一个脑袋冲那边。对，我把你们嘴堵上。对对对，大裤衩上也印的鳄鱼，全是鳄鱼啊！鳄鱼、手工、壁虎、科莫多巨蜥。好家伙，这点两栖动物都让他印背心上了。我说为什么要印鳄鱼呢？啊，小子，你记住了，怎么着？鳄鱼这个东西很奇怪。怎么奇怪？6个月不吃饭还能活。哦，五脏六腑掏出来搁在边上，这个东西还能爬好几个小时，生命力强。人不得向他学吗？这倒是。此一去山高路远，到了北京没人管你，小子，你得按着鳄鱼那么活，要受苦，你要坚强啊！受用到今天，说的对啊！长途车在那儿告诉我，来，爷们儿，我最后一次啊，我帮助你。怎么着？上车的人多，那个年头哦，长途车人也多，那怎么帮？往前冲，你跟着我，我得让你上去找一好座。嘿，哎呦，一大帮人，他岳父在前面，我在后边，哎呀，往里挤，乌泱乌泱往车上挤。哦，好家伙，也不谁也是劲儿太大了啊，给他岳父裤衩都抓下去。哎，是往上挤，是往下蹬呢？这个，他往上走，人家往下拉他呀，反正都很尴尬。那是很尴尬啊！你这个玩意儿，扒他裤衩的这也愣了。是，你看啊，
你怎么连内裤都不穿？管着管不着你？谁让你扒的这裤衩来了？他岳父也愣了。是啊，我哪知道你要扒我裤衩啊？嘿嗨，俩人都没算命就出来了，你看这玩意儿啊，就这么会儿功夫，车上人都挤满了。是吧？我说得了，我说您别着急，我看他岳父生气，那可不是嘛，我还给买根冰棍儿。消消火，您吃根冰棍儿，我也吃根冰棍儿吧，哦等下一辆呗。等着吧。他岳父吃的冰棍儿，嗯小子看见了吗？啊，这就叫人生，还吃鸡汤呢，知道吗？你就得往上努力，哦劝我。哦，吃完了把棍儿一扔，啊，走追车去。对，跑了，啊，头一辆车走了，啊！我说我别追了，我坐下一辆，就是啊，必须追他。干嘛那么气迷心啊？我裤衩在车上了，嗨，哎，光着屁股跟这儿吃根冰棍儿啊，多容易拉稀啊，这玩意儿我就上了后边那辆车了。啊我其实我挺舍不得他，我坐在一个靠窗户那儿，啊，窗户摇下来，我叔我走了啊，走吧，小子你努力，是希望你成为天下最好的说相声的好，啊！我也希望我以后成为天津最好的商人。怎么着？他从商你说他这个思维啊，啊那会儿他就不是铁饭碗了，哦，他就个体户自个儿干买卖那叫下海，啊。你要成为天下最好的说相声的，鼓励你，我成为天津最好的商人，自己鼓励自己。就此别过。哦，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，我这半辈子过来了，我都觉得对不起你岳父。哟，您很可以了，我没成为天下最好的说相声的。您也是客气。这个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啊。有，哟，嗨，有，你不要给我得罪人。有，怎么没有？郭麒麟不行吗？啊，这是啊，哦，哪有最好的？一定还有好的啊！但是他岳父做到了，做到什么了？他老人家是天津最好的商人。哦，经商做得好，为什么他们两家在一块儿就门当户对呀？怎么就门当户对了？我说一件事儿，您就知道他岳父现在在天津的身份。您讲一讲，他不住在天津城里。这个代表有钱吗？天津有钱人我见好多啊哎，我趁30个两居室，趁50个3居室。是，你不叫有钱，为什么呢？你那个钱是有数的。哦，能数得过来。你有数，一套多少钱？你说吧。哦，人他岳父住天津城外，天津城外哪儿啊？黄崖关，黄崖关盘山。盘山蓟县，对，现在叫蓟州区，是。天津和河北省的交界。哦，住在黄崖关，黄崖关往西24公里有一片原始森林，怎么都原始森林了？在原始森林的边儿上，哦盖了一个7进的四合院。 7进呐！好家伙四合院论进啊！一个院子为1进，是2进是俩院儿哦，3进就带后花园。这就阔了。他岳父这个7进四合院，好家伙，这已经进了原始森林了吧？这个原始森林的边儿上，哦，还没进去每天他岳父7进7出。啊？赵云呢？是怎么？怎么还7进7出啊？这7个院儿可不背是吧？哦，来回的。每天白天在天津城里工作，每天晚上回黄崖关睡觉。太远了吧？哎呀，这个就没法比了。是吗？你看看说相声这帮，几点起的？上午10点半。他们睡懒觉。你呢？我11点，那个12点半还没起呢。对，都是这样啊。人家这个大企业家，人家生活是有规律的，时间管理强你。看，拿他岳父来说，哦，凌晨4点准时起床，夜里4点就起，那凌晨4点就起了，起来干嘛呀因？为他垄断了天津所有挣钱的生意。一提垄断这事儿就大了。 4点起来，先把茶叶拿出来，哦把水做快，先要泡点茶喝。先煮400个茶叶蛋。对，煮400个茶鸡蛋，是的，这干嘛呀？一会儿吃早点的客人就来了。早点摊儿啊！说这么热闹，最有钱摆早点摊儿的呀。垄断了，什么生意只要挣钱全干。哦，这是其中之一。那当然了啊！哦一会儿油温上来了，哎，油温给客人炸油条，早点还挺丰富。抽空把咸菜切成丝儿，
那就是一会儿还有粥啊。再把豆浆热开了，你看真好，得忙活到6点。得2小时看着表啊，啊。 6点了，推自行车往外走，骑自行车干嘛去？给人家送牛奶。又是一个生意。那当然了。哦6点半，自行车换3轮车， ，3轮车小区的孩子们要送到幼儿园去。就一人干呀？对，啊，他送孩子。他得去。哦7点半，嗯，公司打卡。这算正式上班。 8点半，嗯，开董事会。哦，那是管理层的事儿啊。 9点半批文件。啊，这是领导啊。 10点半开始，嗯，接待各处来的投资方，这是自己的公司了。得忙活到中午12点呢。对。 12点开始吃早饭。哦，12点吃早饭太晚了吧？你看这一上午他闲着了吗？你要不煮茶鸡蛋，不至于的。啊，12点连休息，啊再吃早饭哦，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啊，差不多忙活到中午1点。 1点钟。 1点赶紧这就开始了，干嘛呀？沏茶，把茶杯放在包里边，哦，准备布鞋、白袜子、腰带、大褂，这要干嘛？上小剧场给人说相声去。啊，就这摊儿他也干。 40块钱也得挣啊。要是手指头不露钱。那当然了啊，要赶在2点之前到。 2点开演。 2点开场了吗？是2点开演，这儿进门穿大褂。哦2点20下场。哦，这孙子给人开场去了，这是。没想往后倒腾倒腾吗？啊，哎，2点40，小剧场门口摆摊儿卖13香，这倒是方便是吗？出门就唱，一点不耽误。这好。哎，3点钟，视察新开发的楼盘。这身份转换来得及来不及呀？他这个可以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哦4点钟，随机挑选2个村子去捐款。好容易挣点钱，还得都给有进就得有出。哦，慈善那当然了。是。 5点钟，啊，疯了一样的往家里赶，干嘛去？打开冰柜，把羊肉串拿出来化着。晚上这摊儿又要出了。 6点客人都排好了，啊，那是这老伺候了。哎，7点准时骂街，骂什么街呀？城管来了。哎嗨，啊那要骂街，哎，8点半啊开董事会。他就不怕董事看见他摆摊儿吗？他就有口罩还在乎这个。这嗨还戴口罩。 9点半推车出去给人炒面，夜宵，炒面、炒饼、鸡蛋、西红柿挂面汤，呵，真全。干这个。哎，哦10点半找一个桥底下跟老太太们跳大舞，还有这闲心呢？这活动。哦，忙活到12点，稍微休息休息，是得休息。掏手机，刷抖音、刷快手，干嘛？给漂亮的女主播刷礼物。哎，这不够他浪的歇到凌晨1点钟，啊！屏蔽左右。不让人靠前了。凌晨1点，哦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躲开我这儿，他要干嘛呀？要跟漂亮的女秘书谈私人感情问题。还有这个环节呢？这是凌晨1点钟1点钟开始。啊，对。哦，1点10分出去散步，就谈10分钟啊？啊，这感情问题就谈10分钟啊？累一天了，差不多。对，你不安排这环节好不好啊？哎哦， ，2点，快捷酒店门口卖玫瑰花。好的，一点不带落的2点半啊，回黄崖关睡觉。还回去睡觉去？得赶紧，因为4点又得煮茶叶蛋了。这别提这茬儿。哎呦，他要买飞机是怎么着？这厉害呀！啊你别看这么忙，这么大的家业，是他岳父岳母嗯老两口子感情非常好。那倒是老两口子4个孩子，哦，还哪儿有时间生孩子呀？给女秘书才留10分钟，这玩意儿不是没算出来这时间。在我心中，他岳父是这份儿。好哎呀，好，哦，真好，没法比，是吗？而且为什么人家才2家成为亲家呢？啊，为什么他的女儿嫁给于谦呢？有渊源啊，就是因为2家门当户对。哦，都一样的身份滴溜啊，这就可以说你父亲了。啊。你看他还没饶过去，不是，你看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们不能哪儿有真的呀？我其实，
老想跟大伙儿念叨念叨啊。有的时候大伙儿说于谦他爸爸什么蒙古的海军司令了，八旗贵胄了啊，那都是瞎编的，那都不是真的。你生活中真见着他父母，你会觉得，就跟咱们自个儿家那父母是一样的，可不是一样的。可亲可敬的老头老太太。对，他们老太太可疼人了，是他妈就跟我妈是一样的。没错。老太太哪儿都好啊，那除了就是身体有点虚，有点贫血，这老太太没有毛病。哎，那岁数大了，他老太太贫血，是没事了就蒸点胡萝卜吃。那是补血的啊！我上家去，老太太蒸点胡萝卜吃。对对对，说补血，没错啊，还吃什么那个蒸红薯啊？是，反正那是红色的嘛，红薯人都讲究这个啊，吃火龙果。对啊，吃血豆腐，那就也是补血嘛。拜关二爷，拜关二爷，沾红就算，红脸也算。对，老太太可爱，老头更可爱。老头文质彬彬的，他是有学问，文质彬彬的啊。尤其夏天上家去啊，哎呀，那个小老头戴个金丝眼镜，就特别可爱。金丝眼镜，他爸爸穿一个小吊带儿，没听说过老头戴一金丝眼镜，穿一吊带儿啊。你看你这个人，你也穿过，我也穿过，怎么老头不能穿呢？谁穿过呀？就是那个白的纯棉的，这儿有那我跟您说吧那叫跨栏背心儿啊，不叫吊带儿啊，不叫吊带儿，那叫跨栏背心啊。老头穿个跨栏吊带儿，哎，没听，干嘛非吊带儿？每回去都坐那看他写东西。哦，您又写什么了？是写日记呢，小子。老头有这习惯，咱哪年写的？87年就写了，那很早。桌子上大日记本是，我能看看吗？你先戴上手套，干嘛戴手套？干净。他怕你手上有汗啊。哦，戴手套，把本儿蹭脏。给我个白手套戴好了。我还不能摸他日记，得他递给我。那戴手套干嘛呀？你看呢，他得递到我手里再说。哦，哎，老头一哈腰拿这个日记啊，哎，还护点胸口啊。你先等会儿，您说这还是吊带儿，知道吗？不是，我看人家都护着胸口。护胸口干嘛？穿跨栏背心儿护什么胸口？哦，行，好，算我没说。废话，日记递给我了，小子看看吧。我这才接过来，打开了。1987年3月2号，今天开始我要写日记了。这是看最早那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说的对，真好。2024年3月1号，我今天释放了，好，我又可以写日记了。一直在里边关着来了，那写什么日记呀？就爱这老头啊，有包袱是吗？意思不是有包袱，老头就这街坊四邻一提他爸爸都这份的，都夸，有点什么事儿啊，谁都评不了，只要他爸爸出面准行。怎么他还能给人评事儿？于大爷坏了，那边几个小子打起来动手了，他能管这个？老头把帽子摘下来了啊，送过去，事儿就平了。列位，这么大份，列位，嚯，明白了吧？啊，帽子到那儿打架的这帮人不动手了，就如同见着人一样，这说明老头身份呢。那倒是，这是一般人做得到的。这还真厉害。一会儿那边打起来了啊，于大打起来了，怎么？褂子给他们吧，把褂子拿过去，到那儿这事儿就平了。呵，于大那边又打起来了啊，孩子们不听话，你到那儿就平了。不是评完了不给送回来吗？评一件事没收一衣服是吗？是，不是？这还得拿回来。于大爷那边又打起来了啊！老头不能脱了，是啊，就穿小裤衩。那倒是，亲自去吧。早干嘛去了？老头亲自到那儿评事儿。哦，哎，一会儿裤衩送回来了。老头送派出所了。好家伙，裤衩回来报信儿来了啊！是真爱啊！有时候上他们家去，我就看着谦儿跟他爸爸爷儿俩坐那儿聊天啊，喝酒，我都觉得是个享受。看我们爷儿俩聊，这个中国人这个父子啊，他跟外国人这个父子不一样。那当然，中国人这父子啊，他也是朋友，他也是君臣，他也是仇人。怎么还仇人？很多时候都是这个爹非躺着动不了了，他儿子坐床头，这才是真正的父子了。才过话，他这个国情不一样，是，但是人家他们俩人，他跟他爸爸不一样，怎么呢？哎呀，多年父子成兄弟啊，知道吧？哥俩了，不拉平了，这个感情那个默契，我就坐那看着他俩啊，真感慨。
是吗？啊，老头儿老劝他，你得努力啊，你还要努力。虽然说现在你台上也不错，有知名度了，你还要在传统文化方面下功夫。人家说的对，哎，这个相声会说，快板也得会唱，是山东快书也得行，都要打鼓也得会，哦，鼓彩戏法你也得练练都鼓励我。啊。来吧，今天我没事儿咱爷儿俩练练鼓彩戏法。哟，他还跟我练古彩戏法见过鼓彩戏法吧？啊？戏法是中国的传统东西，是魔术是外国的东西。对鼓彩戏法就是穿一大褂儿，对，往这一站，从身上变各种的东西出来。这你准知道在里边有，但是不知道你看，哎，你不知人怎么挂的，看的是手法。啊，挎鱼缸啊，什么火盆呐，对对对，翻一跟头这，大褂里头哎呦，那是真能耐是是，啊！老头儿，咱俩来吧。他要跟我练你看这个玩意儿啊，啊。我在那儿看着，哦，爷儿俩把褂子脱了，嗯裤脱了，嗯，一人穿一裤衩儿，我还以为平事儿去了呢。没有，一人穿一裤衩儿，啊，爷儿俩对着练，对着练谦儿这一伸手，啪，怎么样？铅笔。铅笔老头儿，你看我的，啊，钢笔。嚯，你再看于谦儿啊，嗯黄瓜。嗯你再看老头儿啊，啊，这是茄子。你再看于谦儿啊，嗯嗨，这是榴莲。你先等一会儿，老头儿变一冬瓜。不行不行，嗯，藏哪儿了？哎，这个就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。咱不知人家搁哪儿了，这跟传统艺术有关系吗？这个就一看家就来了。行了行了，咱这哎呀不对，看着羡慕哦高兴，了不起。啊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这是真真正正的北京贵族啊，嗨，又来了，这是大户人家。谈不到大户啊，您客气了啊。啊家里边呢，摆设、啊，家具是存的那些小玩意儿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有点存性哦，您那不是存相，是吧？他家里边各种传家宝都有。传家宝呵，你说咱们家有时候，哎，有一个碗官窑的，这哦了不得了。啊，官窑到来，我们抻一个什么翡翠的镯子啊我奶奶给我留下来，就了不得了。是这个到人家家根本就不叫东西，这都不叫事儿，他们家有的是那个偷来的各种传家宝，偷来的，偷来谁家传家宝啊？这是反正是这净是这好东西。没有偷的，老于家有一件东西，现如今拿出来，我觉得就富可敌国了。哎呦，您说这么贵重什么呀？你瞧，啊，我都不知道，反正我粗略估算一下，得有6、7百年了。这么长时间了。再往前倒，我倒不出来了。哦，之前还有最起码元朝末年就有他们家这东西。这么老的一个元朝末年，元顺帝至正天子，荒淫无道，哦，普天下刀兵四起，大丞相陀陀定下了10条绝后计，是要把天下练武的人士一网打尽。来了一位英雄，这人家住在怀远，哦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常遇春。哦，这位英雄在武科场里边，马踏贡院墙，戳枪破炮，摔斗跳台，扯天子半副龙袍，揪跑裸带，九坡太师，背撒怀网，单膀力托千斤闸，摔死金头王，撞死银头王，枪挑铜头王，鞭打铁头王，27座连营一马踏为了灰烬。有能耐在武科场里边遇见一个人叫朱元璋，哦，哥俩是8拜结交。那会儿民间传说天上来了5位瘟神，是瘟神呐摇身一变成哥5个啊说我们家姓温，找朱元璋要买2500斤乌梅，嚯这东西送到襄阳啊，朱元璋带着哥几一块儿去，身边有10个大个儿。名叫何二愣、范永绵、曹武、高石、薛仙、李霸、陈庆、冯胜、杨春、李茂，10个人，大伙儿带着2500斤乌梅送到襄阳，没人接货。哟，一回头，这儿有一个庙，写着是武温祠。哦，进去之看里边，哎呦，5座瘟神的像在这儿，朱元璋磕了一个头，5座神像全倒了。襄阳大乱。就这些个瘟疫全起来了。哎，但是巧就巧在乌梅是治病的，嘿，挣了钱了，名声大作。并且去到王府给襄阳王治病，才引出来了菊花会一体反诗。菊花会上这个宝贝现身了。哦，他出来了，哎，就落到朱元璋手里边。
到后来朱元璋推倒大元，建立大明，他就是明太祖。洪武31年，朱元璋宴驾，皇上死叫宴驾，是死之前说了，这个宝贝要给我陪葬，要跟他一块儿这句话就出了事儿了。啊。北京那会儿有一个四殿下燕王朱棣，是啊，朱棣说这个不行，万里江山我可以不要，但是这个宝贝我得要。他得留。起兵靖难就是燕王扫北，哎呀，到后来驾坐在首都啊，他就是永乐大帝。是这个东西就成为明朝的国宝了。一代一代传下来，传到明朝的末帝思宗朱由检，就是崇祯皇帝。对，崇祯帝有道无福，在位18年，汉9年，涝9年。你看，刀兵滚滚，逼反了大西王张献忠，闯王李自成，起义大军直抵京华。大太监曹货纯开张仪门献降，闯王进京。崇祯帝擂鼓创钟，文官不见，武将不朝，万般无奈。身边只有这秉笔大太监，他叫王承恩。君臣二人跌跌撞撞来在了景山之上，刻破中指，写下血书。口称李闯，进城之后，我朝中文武刀刀斩尽，个个杀绝。千万不要惊扰我的百姓。崇祯帝上吊了，大明灭亡，闯王进京。李国珍棋盘接骏马，铜棍打死吴兵部刘宗敏，霸占陈圆圆。消息传来，山海关气坏了吴三桂，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我是焉能不报？下沈阳请清兵，14王多尔衮带兵入关，江山一顶，改国号为大清。真好。这个历史啊，这东西这个东西就成为了清朝的镇国之宝，传下来了。传到顺治甲子年8月，有一天清库清库底儿发现它了。是顺治皇帝看完之后眼泪下来了。怎么？哎呀，有这个东西在，我不能在朝里待着了。五朝门外写了几句话。悔恨当初一念差，黄袍换却紫袈裟。朕本将这一纳死，因何落入帝王家？打这起皇上都不干了，上五台山当和尚去了，出家了。这个事儿就没有人再敢提了。一直等到咸丰年间，你们家有人做了官了。你的高祖。那辈儿上，高祖就是你曾祖的父亲。是，这个差6辈儿吧？得是6辈儿。老北京讲话，好家伙，你缺德缺6辈儿，就这个。谁缺德缺6？差不多6辈儿了啊！这个高祖很厉害，怎么从小有神童之美誉？16岁进翰林院，身为编修。是这一日正在抄书馆中奋笔疾书，内廷总管说淑妃娘娘有请。你高祖吓一跳。是这个淑妃娘娘可不是一般人。怎么？想当初西域有一科了国，欠我大清3年共饷，万般无奈，近来美貌女子西勒玛雅伊斯拉巴汗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倾国倾城皇上一见此女，大吃一惊，好一次凉水浇头，怀里抱着冰。要唱杜十娘，这皇上就把她封为了淑妃。在朝中权势熏天。今日无故选召，为了何来？你高祖急忙忙整冠数代，来在了内廷。但则见碧沉沉，琉璃造就，明晃晃，宝顶妆成，楼台殿阁，雕梁画栋，好一派人间仙境，漂亮。往这儿一跪，娘娘，微臣在此候旨。娘娘乐了，说：“朋友你好吗？”这是什么味儿？这是哪国娘娘？这是娘娘普通话差点啊！嗨，宣太来有原因，你说事儿，要把这宝贝送给他。就这个宝贝送给他了，就到你们家了。抱回来其实是很为难的。怎么？有心要吧，这是皇上家的东西；是有心不要，娘娘赏的，不能不要。包了又包，裹了又裹。在你们家后院埋波树底下就把它埋好了。是指望后辈儿孙吃这个就吃不清。是，一直到庚子年间，1900年。义和团反清灭洋，在北京东城西总部胡同打死了德国钦差，叫克林德。弄恼了八国联军攻破了北京城。八国人进了北京，皇上就跑了。是，文武大臣也跑了，保驾的帮闲的，说相声的全都跑了。好，全跑了就完了呗。八国进北京，你站南，我站北，他中东，他站西，就把北京城就给分了。哎呀，那时间你们家住在前门外前门大街，是有8条大胡同。就这8条大胡同，谁哪8条大胡同？怎么又出了这8条胡同？有8条，没有啊？没有，不住那儿。你们住街那边对，前门外前门大街大讲究胡同，往前走，奔右拐，第3个门就是你们家。他知道。哎呀，那会儿正是乱的时候啊。是你想啊，这个出了事儿了，德国人在北京到处搜捕义和团。当时北京有45个说相声的联名举报，说你们家私藏义和团。你看说相声就干这事儿。瓦德西一听怎么着？
啊，有人私藏义和团呢，哦带着德国兵上你们家就来了。哦这屋搜那屋找，这屋瞧那屋看，啊，推开门就看这宝贝了啊，烁烁放光。嚯当时吓死了6个德国人。哎呀，瓦德西抱头鼠窜，屁滚尿流。嚯打这儿起也不插街了，也不搜义和团了，没事儿了。一直等到各国公使联合签字的时候，唯有这个德国不签字。哦当时大清朝全权的负责人叫李鸿章、李中堂。嗯一瞧德国人不签字，吓坏了啊哎呀，瓦德西将军为什么不签字？是难道说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提出来吗？啊瓦德西摆手，哎，非是我国不愿合约，哦只皆因在前门外前门大街大讲究胡同往右拐第3个门有一家人家。啊，记得真清楚。据北京说相声的举报，他家啊有一件宝物，无故放光，吓死我国士兵。啊若有此物得一致，绝不合约。哎呦，内务大臣慌忙跪倒，口禀中堂：是方才瓦德西将军所言，确有其事。在北京前门外前门大街大讲胡同往前走，往右拐第3个门。这别说了，这贫不贫呢？说细致一点，他家有一件东西，年深日久已成宝物，并非无故放光。是瓦德西说：“怎么宝贝啊？”对2次参观。哦各国公使都来，到这儿一瞧，这东西了不得了。怎么他非要带回国家，给他们国王看看不可。他带走，那你们家人不干呢？当然不干。最后是各国公使联合签字，才让他把这东西带回德国。哦德国的皇上正是威廉2世，你看看抱着这东西眼泪都下来了。啊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可就不错呀！这是2世啊，这保定2世这个啊，后来送回来归还你们家，存了这么些年，哦一直在你们家。慢说你们家镇宅啊可以说得起，这是国宝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它是一个聚宝盆。哎呦，这早就听说过。你看不让看呐啊，聚宝盆不让看啊于谦儿都跟他爸爸说过，我得看看这东西。嗯老头儿说：“哎，不让看，不行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不能看这东西。”谁没有血缘关系？哪儿我能没有血缘关系？其实就是一个推辞。拿这当推辞啊？哎呦，不老头儿太没溜了啊，不能看，不能看啊但是啊，是我看过一回。怎么着？你有血缘关系？哎，没血缘关系。你怎么就看着一回春节前，啊他？爸爸找我，嗯啊，给我打电话，嗯，大哥，对，等会儿，他管你叫大哥呀？小名叫大个儿，小名大那缺德名字呢？啊。过年了，来一趟吧。啊知道你毛笔字儿好，上家来给写点东西，贴在屋里边啊。哦，让你写东西这么个事儿，哎，我去吧，就是年前。是吧？我去了，我一看桌子上，好家伙，纸笔墨砚都弄好了。预备齐了我说干嘛呀，爷们儿？啊？过年了呀，对呀你给我们写点挽联啊，挽联，啊，这大年纪的那叫春联儿，人都贴上了，咱已经晚了好几天了那也叫春联儿。啊，贴点春联。对，因为我们家每年年30的时候要哀悼一下，哀悼一下，要挂上祖宗像嘛。祭祖。我们要祭祖。对了孩子们都来了，每人再给一份抚恤金啊。嗨，这叫给红包。所以说这必须你写，你写得好。那倒是，我说爷们儿，我是应该写，但是您这一说，我也没有什么词儿，我酝酿一下。啊，想一想，聊天的功夫，您这样啊您能不能让我瞧瞧您家里边这个传家宝聚宝盆呐？你瞧，这就是不能白写老头儿乐了，哎呦，这小子啊真坏啊，今儿也高兴，是吗？趁着于谦儿不在啊，好，谁？我不在。咱后边瞧瞧吧。哦老头儿带着我到他们家后院儿，哦，到后院儿啊，藏后头了。门上锁着大锁。哦，老头儿一伸手，又打后边儿，这是古彩戏法的底子把钥匙掏出来了，啊，变出来了。一个大铁圈儿，大铁圈儿，这么大铁圈儿，大铁圈儿上面挂着365把钥匙，干嘛挂这么些钥匙？全家所有的钥匙都在这铁圈儿上了。 365把，按照一年365天来的，这么算出来的。哎，每把钥匙半斤。好家伙，拿出来了啊！您就不用这个相声词。好的啊，开这门，后院是宝库，那是哎，你爸爸李宝库啊，啊，你爸爸才立宝库呢，对，但是他忘了哪个钥匙是开这个了，那怎么办啊？对吧？挨个试，挨个是，哎呵，还太巧了，第一个就是最后一把是，呵，那你从那边开不是就完了吗？都是下回铁圈儿下回啊，哦打开了，哗楞嘎嘣儿门开了，哦，进来，小子，跟我进来，看看吧，进来，好家伙，进去我就傻了，
怎么了？就这屋里摆这些东西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从来没见过。都是个咱肯定知道是好东西哦，但是你让我说这是什么，这不知道，不认识。咱不认识，也不敢瞎动啊。哦，好家伙，站这儿我都，哎呦，我别给碰了呀！啊，就站这儿，老头儿乐了，嗯，可不能白看啊！怎么？待会儿给写挽那个，对联儿春联儿。也对了，那个春联儿啊，哎哎，好，我说爷们儿，别的我都不看，我就看看聚宝盆，这早就听说。在这儿呢，来咱有一大柜子，哦，打开了，端出来，往这一放，我一瞧，这个我可能上当了，怎么呢？平淡无奇，不出彩吗？就很像你说家里给孩子洗澡那个盆，塑料的不是，它是金属的，啊，就是黑乎乎啊，大铁盆。咵，搁在这个凳子上了。哦，爷们儿看看吧，这就是这叫聚宝盆。就这样。您这玩笑了吧？哦，这怎么这有什么新鲜呢？对呀。你瞧瞧，别着急啊，啊，就是今儿个谦儿不在家。怎么老说我不在家的事儿老头儿一伸手，打怀里边啊？掏出来一张100块钱，钞票。 100块钱钞票啊！哦你看看真假？嗯，我说这个没有问题啊，是。哎，就是真的，给您。老头儿你看着啊，啊。干嘛啊干嘛呀？他要变啊？是怎么着？展示一下，真的啊！不展示你那么大身上干嘛？拿起来，就搁在这盆里边了，这钱。就搁盆里边了。哦我说这个它有什么新鲜的啊？啊，拿起来吧。拿下来。一伸手，这张100块钱拿起来，再一回头看，盆里头是。又有一张100块钱。哦，这就生出一张来是吗？哎，这太，哎呦我，怎么着？又来了，还有哎呦啊呦我，没完没了，整拿了10张。扔一张拿10张。老头喊：“够了！”这是个窍门啊！怎么着？你要不喊，老有。你告诉他够了，他就没有了。这神奇，够了，哦停了。是，你看看吧，哎呦，呵，全是钱。这太神奇了！哎呀哎，呦，这一模一样啊！是吧？当然，这钱肯定是花不了，为什么呢？号码一样。哎，废物盆，这不是我这啊？不是大爷，这就一张能用啊？就说是呢，那不灵这个，啊但是已经很叹为观止了。生出10个这还能变别的吗？啊？老头儿，你看我这个，怎么着？这是把假牙摘下来了。啊，什么都成老头儿这假牙呢，整口连一块儿的那种，啊？上下连着那种，整口的， 2排哎，2排那种，扔在里边了。哦，拿，拿这儿拿起来，再一回头，嗯又有了。 2排假牙。好家伙，哎呀，嚯拿10个，老头儿说够了，没有了， ，10个假牙，码子一桌子。这管什么用啊？这个？我说大爷，这10个假牙，你看都，这没有什么用处。对呀，小子啊，这算是我对传统艺术的支持。这跟传统艺术有什么关系？你回去开一个太平歌词的培训班，干嘛用啊？每个学员拿一个。啊杭州没听过美景盖世，拿假牙掐板呢？跟玉子是一样的。我这不一样。我说这还能辨别的？你看我这假眼，哎，不行了，好家伙，弄这么一堆这玩意儿，这瘆得慌，瘆得慌啊！啊！哎呦，我没想到，我今儿是开了眼了，哦，今儿没白来。我这这样真的了。我得给您好好写一副这个对联，写春联，贴在墙上啊！好，现在就去。哦，我说您别着急，我还没酝酿好词儿，走走走走。赶紧写我说我再看看，你这别这，爷俩这么一正经，啊！我一不留神，怎么着？给你爸爸推着坐到盆里边儿。他坐到盆里头了，哎呦呦，大爷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赶紧把他搀起来吧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啊没摔着吧，大爷？啊，又一个呀？哎呦，快！来，大爷，这不是，你赶紧喊吧。这，哎，你往那边挪来，来，我好，是都没地儿了，整10个，得喊了。就赶紧呐。一着急，语气错了，怎么错了？够了吗？改疑问句了是吗？盆以为还不够呢，这又来10个。你说我说没见过这傻盆，掺出来，我说，哎呦，这叹气。
臣以为我叫好呢，啊，这是叫好吗？这个又来10个啊，嚯！就别这他样，干得更起劲儿了。你赶紧喊就完了吧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屋里边70来个爸爸。好家伙，这富裕了，于老师，你说留哪个不留哪个？哪都甭留，看着这帮老头儿，当时我就高兴了呀。高兴什么呀？我对联有词儿了。那上联是什么呀？上联是这个天增岁月娘增寿，下联呢？春满乾坤爹满门啊。去你的！